大家好，我是RC。2025年4月26号，国民党号召群众上凯达格兰大道站独裁。那诉求呢，包含了反罢免、反独裁以及司法公平等等。根据新闻报道，推估现场有超过20万人。那因为这种人数推估呢，通常都会碰风，所以呢，我四舍五入以下，可能应该有10万人以上。那这次的抗争活动，赖清德总统的回应是什么？他们的活动也正足以证明，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言论自由，没有戒严，也没有独裁者。呼应赖清德的回应，绿营粉专以及许多公民团体开始引经据典的搬出了学术定义。那这里呢，我就直接用立委沈伯洋的脸书贴文，他讲了独裁的学术定义是没有自由的选举，没有言论、新闻、集会等自由，没有政治的多元。那所以呢，一个可以在凯达格兰大道上办一个站独裁的活动，恰恰证明了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不过呢，如果呢你对政治有持续的关心，你可能会对政府独裁的指控有这么一点熟悉感，好像以前也听过。我们今天就来聊聊这件事情。首先回顾一下，除了2025战独裁之外，国民党在2016到2024这个期间，他也骂过好几次政府独裁、民进党独裁。那当然也并不只有国民党骂，你只要随意的 Google，你就可以找到在这个期间，大量的公民团体也曾经骂过民进党独裁。对，比如说呢，像是这个是环团的新闻稿，那它是2018年的记者会，它标题就打要求赖清德应该为独裁以及错误政策道歉。又或者你看到这个新闻，这个是全教总的新闻稿，说了80%立委支持回复赔偿金，全教总表示民进党独裁者拒绝立委意志。所以呢，2016到2024年之间其实民进党不止国民党在骂，也有公民团体在骂，更不用说2018年到2016年，那民进党以及公民团体骂国民党政府独裁的资料呢，绝对是竹繁不及被载。比如2013年马王政争，那吕秀莲就公开表示，马英九治国无方、治军无力，以及最近的表现是什么？纷乱宪政、独裁复辟。不过，我想其中最重要、最绕不过去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对吧？这在当时是喷漆在立法院上的一个标语。那么这场运动，我想在台面上绝大多数的民进党政治人物都有参与其中。为了讽刺马英九独裁，那么网友甚至做了一张图，影射马英九就是希特勒，对，就是纳粹。那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政府当然是非常不得人心。从2013年马英九的民调就一度跌到9%，之后2014一整年大概就在10%上下浮动。好，但是各位可以停一停，抽离的想一下，这个时期的政府运作有符合严谨学术定义上的独裁政府吗？其实并没有。在明知2014年选举会惨败的状况下，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发动戒严，也没有发起军事镇压或没收选举，那也没有进行大规模的选举舞弊，而是基于民主政体的规则呢，接受了2014年、2016年的选举结果，政权和平轮替。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国家，有集会结社的自由，也有言论自由，没有戒严，也没有独裁者。好的，回顾到这里，我们就可以知道，
关于独裁或者进关纳粹，现在在那里斤斤计较使用定义的人，在几年前也曾毫不犹豫的去拿这些词来批评当时的政府。我公允的说，独裁这个词汇，国民党也好，民进党也好，公民团体也好，其实没有哪一边是真正依照严谨的学术定义去使用的，而是呢，他们都把它当成一个政治修辞、政治工具，去指控对方违反民主规则，又或者是拿来煽动民众情绪。那甚至我说的粗暴一点，当对方要做我不允许的事情时，那他就是独裁。那么我相信有些人可能就会开始说啊，台湾人不意外，内斗内行，又或者是什么呢？台湾政治都在搞对立，没有人在为人民着想。那么真的是只有台湾人如此吗？其实也不是哦。这个政治操作可以说是举世皆然。我们把目光放到美国，川普，我们知道他是现任的美国总统，从他参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反对者就不断的攻击他是美国希特勒。请注意哦，他在参选总统时，那个时候他甚至还只是政治素人，没有自己的政治班底，没有政治经历。如果我们以严谨、精准、学术的定义来看，当年希特勒作为独裁者，修改法律，让自己拥有绝对的政治权利，清除所有国内反对他的势力，还屠杀了大量的犹太人。那么两相对照，从经历、行动到政治权利，一个政治素人绝对不可能是希特勒的。不仅如此，在川普败选后的4年间，那因为呢，他很明确的说还要再投入下一次选举，所以尽管他这个时候没有任何政治职位，但是攻击他是希特勒的声音仍旧持续存在。比如说像希拉蕊就说 People would get legitimately elected, and then they would try to do away with elections and do away with opposition and do away with a free press. And you could see it in countries where, well, Hitler was duly elected. That's right. Right? And so all of a sudden, somebody with those tendencies, those dictatorial,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would be like, oh, okay, we're going to shut this down. We're going to throw these people in jail. And they didn't usually telegraph that. Trump is telling us what he intends to do. 又或者拜登说 He calls those who oppose him vermin. He talks about the blood of America as being poisoned, echoing the same exact language used in Nazi Germany. 看完川普，我们再看另外的例子，马斯克。当马斯克表达了跟左派不同的言论自由立场，而且收购 Twitter， 他就被攻击为拥护法西斯主义或者独裁者。请注意哦，他在收购 Twitter 这个期间前后，他甚至还不是政治人物。也就是说，独裁除了学术名词之外，它早就是一个政治语言，去极大化的丑化以及攻击政敌，煽动大众的焦虑以及恐惧。那么不仅国民党用，民进党用，不仅政治人物用，公民团体也用，不仅台湾用，美国也在用。以前是如此，以后也不会改变。假如你前阵子是有认真去思考所谓的独裁学术定义的人，那么为什么你以前不在意，你以后可能也不会在意，但是在这个时间内，你却突然探究起学术定义呢？首先呢，我们来看维基百科上的议题设定 （agenda setting）。那 agenda setting 呢，它包含2层哦。第一层是改变观众对议题的关注力，就是 what to think about。就是我可能够让你去关注 A 而不关注 B。那么第2层呢，
只是如何去思考一个议题 ，how to think，那也就是框架效应。这一次的做法很明显的就使用了框架效应，尤其是针对那些可能平常不太关注政治议题的人。那你平常不太关注，突然间你看到社群媒体大家都在讲独裁学术定义，那么你可能过程中你可能以为你被启蒙，但其实是你被框架了。我认为这是一个认知作战的标准例子。我们来看一下维基百科里认知作战条目，我们来看一下认知作战的常见类型，它包含了什么呢？包含了媒体宣传、社群媒体掌控、那么情报操纵、文化影响力、政治宣传。那么这一次的行动呢，各位可以观察到，首先是由总统赖清德去定调说，哦，你在这里抗争，这个表现恰恰是民主，那么这个就是政治宣传。然后随后呢，包含了绿营政治人物以及绿营的 KOL、绿营粉专，就开始透过社群媒体去散播所谓的独裁的学术定义。同步的呢，媒体也根据了这些人的发言去做成报道。所以呢，整个路径看下来，它至少涉及了3种方式。第一个是媒体宣传，第二个是社群媒体操控，第三个是政治宣传，至少包含这3种方式。有人骂政府独裁，你以前也不在意，但是你却突然在意了起来，那这个就是我认为是民进党在搞认知作战的原因。